全大陆青年魂师精英大赛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半决赛。我的线人来报，摄云宗黑衣人称呼她为火凤圣女。两位公主怕是早已商量好，要拉着史莱克共同大计。杨公明德堂，实则刺杀徐天然。最强龙魂师，也不过是我等上位者消遣的游戏罢了。相比于国家的利益来说，个人的生命都是小事。那是徐天然的亲妹妹。史莱克学院，王秋儿。名都魂导师学院，徐天真。日月传承，太阳武魂，太阳之力，至刚至强。快动手吧！姐姐你这么漂亮，别凶嘛，这就来了。桃枪第3魂技。太阳闪光，黄金龙拳。金龙噬血。这个公主也不经打呀。这个赛场就是一个巨型太阳能量收集魂导器，这对于太阳武魂的公主有很大的增幅效果。收拾收拾，这不玩完了。第5魂技，光芒万丈。他在汲取太阳的能量。第6魂技，太阳凝视。王秋儿被那道太阳光击中了。那团太阳光会爆炸的。积蓄了这么久的太阳光，其爆炸产生的威能，谁能承受得了？哼，让你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公主赢了。这么久没有爆炸，不对劲。多谢你的太阳武魂，我的黄金龙枪第一次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不可能，没人能抵挡得了太阳的力量。我知道了，龙神沐浴日月精华，生成黄金龙和银龙。黄金龙的力量本就来自于太阳，这公主的太阳魂技反倒变成了给王秋儿的增幅。王秋儿更强大了，我也要加紧修炼。来日再战时，我定要战胜他。我赢了，小公主。我们名都魂导师学院认输。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8强战第1场，史莱克学院胜。这丫头真是丢人，还没团战就认输，知道单挑挑不过。公主殿下是不想让自己的队员受伤。我倒是挺喜欢天真公主这种率性而为的性格，起码不像殿下活得那么累。下面即将进行8强赛第2场比赛，傲剑宗对阵天龙门。傲剑宗，傲剑宗，傲剑宗，傲
希望我们能打赢这场八强赛，必胜。在半决赛中会会王秋儿。八强赛第2场，傲剑宗对阵天龙门，个人淘汰赛第1场，请双方队员上场。傲剑宗，吴比凡。这位吴比凡竟然演出了继兄的战役。天龙门，星夜。比赛开始。远距离，你没有优势。第5魂技，金刚神剑。爆裂巨炮！这是6级魂导炮中单体攻击威力最强悍的魂导炮之一。天龙门作为魂师宗门，还能善于魂导器，八强果然没弱队。不要小看我！好机会！第6魂技，脱鞘！那是什么？天龙门输了。好冷冽的剑气，毕竟是在第5魂技金刚神剑的状态下爆发出的第6魂技，而且这一抹青光跟碰撞后产生的余波混淆在一起，实在难以察觉。个人淘汰赛第1场，傲剑宗胜。队长，他的第6魂技防不胜防，千万要小心。天龙门，玉天龙，你是傲剑宗的队长。个人淘汰赛第2场，比赛开始。玉天龙怎么不出手啊？雷霆龙爪，果然是蓝电霸王龙武魂，好强的气势！雷霆万钧。金刚神剑，雷霆龙手，那个青钢剑本体上好像附着什么。第6魂技。脱鞘，果然又是脱鞘。感应到了。
族长，我早已在你的青钢剑上附着了我的雷电，防备着你这一招脱壳。个人淘汰赛第2场，天龙门胜。感觉这场比赛全由玉天龙一步步引导而成，太强了。下一个。上午的比赛大家都看了，有什么感想？那个天龙门不好对付啊！我看他玉天龙的蓝电霸王龙武魂还在你之上，就算是我们1对1碰上，要赢也不容易。玉天龙传承的是蓝电霸王龙纯粹血脉的武魂。早在万年前，蓝电霸王龙武魂就是当时的6大武魂之一了。蓝电霸王宗更是当时的上3宗之一。虽然后来惨遭武魂殿偷袭，近乎灭门，但蓝电霸王宗残余弟子重建后的天龙门，经历万年历史变迁，其底蕴已经超过原本的蓝电霸王宗。而史莱克这边可以说是王秋儿一枝独秀，与其他队员有断档的差距。碰上天龙门，恐怕是一场苦战。而我们唐门在1/4决赛的对手血魔宗，几乎已经确定就是本体宗。本体宗与海神阁及明德堂齐名，其底蕴更是无法估量。我们这一场的压力不会比史莱克弱。而在本体宗后面，还有一个更加神秘、邪恶的邪魂师团队——圣灵宗。我们这半区，用死亡半区来形容都毫不为过。大家也不要气馁，对手虽然强大，但我们也同样不弱。大师兄复出了，咱们唐门现在也有3位6环魂帝级强者，我们还有3个人是双生武魂。在这方面，就算是本体宗，肯定也比不上我们。学院能够和本体宗抗衡，我们传承了史莱克7怪的称号，难道还怕他们本体宗不成？就是，宇浩说的对，本体宗算个屁，老子一样干翻他们。个人淘汰赛，我第一个上。你安静点。嘿，我。我们能够提前判断出对手中有本体宗强者，至少还来得及安排。于浩，说说你的想法吧，咱们讨论一下战术。早上这2场赛事与殿下预料的一样，史莱克学院和天龙门都胜得很轻松。下午第1场，圣灵宗对战星罗学院，殿下要到场吗？星罗会输，所以不用看。重点还是关注唐门和血魔宗的那场比赛。魂师大赛已近尾，你们这就打完了？这是……这4人皆为1人所伤，个人战我们就完败。圣灵宗竟然如此强横！你们对血魔宗的比赛要小心为难，他不简单。各位观众，下午好！这里是本届大赛1/4决赛的现场，8进4最后一场，血魔宗对阵唐门。你看他们过得真严实啊！这么热的天气。天魂帝国，个人淘汰赛第1场，请双方队员上场。血魔宗，王彦峰；唐门，霍雨浩。小兄弟，得罪了。本体武魂。
们终于藏不住了。血魔宗果然是本体宗，毒不死，偷袭明德堂之仇，老夫一定要报。本体宗的实力毋庸置疑，想要在个人淘汰赛上直接战胜他们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既然如此，我觉得史莱克战队那边的战术，我们不妨活学活用。只要能够在个人淘汰赛上赢3场，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拉入团队赛之中。那这个人不仅需要连败本体宗3员大将，还要保证自己不受伤，体能不能损耗太多，难度可想而知。我来吧。宇浩，本体宗亦正亦邪，蛮横凶狠，你伤势未愈。我出场有几个好处：第一，对方肯定想不到不良于行的我会先出场；其次，我本身也具备本体武魂，相对来说，我对本体武魂要比大家更了解一些。第三，我虽然不良于行，但战斗手段十分丰富，我有信心至少获得1场比赛的胜利。更重要的是，个人淘汰赛上就算我有所消耗，也不影响团战。我在团战扮演的是指挥中枢的角色，只要精神力充沛就能发挥作用。更何况，我的本体武魂2次觉醒，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丁黄不起。看单手如何敌双拳。好强，即使坐着轮椅，霍宇浩依旧游刃有余。燕峰不必留手。小兄弟，我就不让你了。本体武魂2次觉醒形态，就等你这招。一旦完成2次觉醒，本体武魂就会发生质变，将魂师的身体变作恐怖的武器。发现这一点的正是本体宗第1任宗主。我的灵眸也可以2次觉醒吗？目前只有本体宗掌握了2次觉醒的方法。他们将2次觉醒分为4个层次：黑铁、青铜、白银和黄金。黄金级世所罕见，据说只有本体宗宗主及其继承人拥有。你的灵眸若能2次觉醒，至少是青铜级。雪地3绝之地掌，大寒无雪。青铜级就这么强悍，本体武魂的2次觉醒果然厉害。给我放弃抵抗了吧！精神踏印，玄冥之冠。3师兄的魂技。我认输。不破神盾。班长怎么会3师兄的招式啊？宇浩从一只濒死的银鹰兽身上获得了第5魂环精神踏印魂技，能踏印别人的魂技使用。他赛前找我复刻了玄冥置换，不就说我这个魂技好用吗？血魔宗陈略，叶枫师兄当你是半个本体宗人，但我绝不会留情。我自始至终是唐门中人，与本体宗有何干系？
宇浩，好狡猾！他原本的目标就是轮椅，和班长说话是在分散注意力。早有预料，地剑，兵器无双，来得好，三足龙蛙！二次觉醒，霍雨浩，你很厉害，只可惜行动不便。他也是青铜级本体武魂，青铜推影，生命反射之盾。你这一脚威力越大越好。怎么回事？都反弹回来了。落雨浩胜。提姆哥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但生命反射之盾今天不能再用了。个人赛第3场。这个人恐怕才是本体宗队伍中真正的强者，甚至有可能是最强者。就算我身处全胜状态，都未必能够赢得了他。在接连输掉2场比赛之后，本体宗终于派上了他们的队长。他的魂力和精神力已经完全不分彼此，就像是一个整体，这是天人合一之境。莫洛曾说过，唯有领悟此等境界的强者，才有可能冲击超级斗罗的境界。这个人竟在这种年纪就已领悟天人合一，他绝对是本体宗年轻一代的最强者。宇浩竟然落了下风。宇浩这是第一次在同辈对手的对抗中，在最强项的精神力对决中落入下风。血魔宗战队的这名队员实力之强，也远在我之上。血魔宗，龙傲天，奇幻魂圣。大赛开始以来，也出过数名奇幻魂圣，但他们要么是通过魂导器达成的伪武魂真身，要么是通过服用药物强行提升。只有这个龙傲天，是实实在在的奇幻魂圣实力，强如史莱克内援，同年龄学员也没出过奇幻魂圣。这本体宗的底蕴果然强得可怕，我不能再保留实力了。紫极魔瞳，灵魂冲击！你的本体武魂是皮肤，2次觉醒是白银级，还是黄金级？精神力实体化，你不错。空气都成了敌人，想必这是你天人合一的自创战绩。不过，我也有从未失于人前的底牌，在对爱人的思念和爱恋中诞生的独创的融合战绩。来吧，光之女神！
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你到五更？灵眸之力，炎王帖。